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经常感觉后背上面乏力，总是感觉你的体态不正，怎么办？练习一个动作叫做敲天鼓。敲天鼓这个动作呢，是我偶然之间学习到的，是一位86岁的大爷教给我的。这个大爷啊，你看起来他86岁，实则他的身体啊非常的板正，身体上面的这个肌肉线条啊也非常的明显，整个人看起来就十分的阳刚。那么这个大爷呢，他10多年来啊都会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敲天鼓。敲天鼓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啊，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呢，在这里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感觉好的话，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然后呢，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因为敲天鼓这个动作呢，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你要去学习。那么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敲天鼓这个动作呢，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大家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个动作有几点要素啊？首先是把我们的腹部收紧，腹部收紧以后，把我们的下巴往上去抬，眼睛往斜上方去看，然后把我们的手，你看，把它往外打开，尽量外展开来，把我们的双手置于我们的头顶，大概在1拳半左右的位置，就这样放好。放好了这个位置以后，从侧面去看，把我们的手臂来回的进行一个敲动。注意，这里敲动的时候，你的手肘啊，一定要怎么样把它打开到你的极限。你千万不能做的时候是含着胸去做，那这样就不行了。手打开到极限，让你的大臂进行这样的一个晃动啊，就这么去敲。在敲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你的后背咚咚咚咚咚咚被敲的感觉。为什么叫敲天鼓？你在往天上敲，却感觉像捶着自己的背一样，就感觉非常的舒服啊。我们就把头抬起来，反复的进行一个敲打，腹部要把它收紧，就这么去做。做的感觉你的肩膀酸了，后背有这种感觉了，我们开始把手放向两侧，这么去敲，啊，就这么去敲，敲完以后再把它拉回来，回到我们的头顶上方，再到外，由内到外算1次，我们做上一个3次，做完以后啊，就会感觉非常舒服。很多朋友啊，做完以后啊，这个背啊就开始直起来了。原来做之前背是这样的。做完以后，这个胸背挺起来以后，你再让它弯下来，他说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敲着敲着就把我们后背的经络给打开了，经络一打开，后背的气一顺，整个人就直了。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非常适合咱们年龄小的朋友啊可以练习，大一些的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可以练习。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手都打不开，这么去敲啊，只要你到你的极限，哪怕你手没打开，去敲。敲着敲着，你注意是大臂晃动啊，这个很重要，不要去靠手腕去动，靠你的大臂去晃动。敲着敲着，肩膀打开了，后背就直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没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人们常说啊，养生先养背。咱们现在很多人啊，可能年轻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后背的重要性，但是越到老，你越能发现咱们的后背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一下啊，很多的老人啊，他这个背啊只要一挺直，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人的身体啊非常的硬朗。而很多的人呢，他如果后背只要一弯一斜啊，你看这个人就感觉非常的萎靡。最重要的是啊，这个后背啊，它取决于什么呢？我们里面的一些五脏六腑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后背笔直的时候，这个胸是挺起来的，但是一旦后背我们弯下来了以后，你看里面的空间啊就受到挤压。所以呢，后背非常的重要。我认识一位83岁的老人啊，他经常每天都做一个后背，就是这个动作啊，让他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身体啊非常的强壮硬朗。83岁的年纪啊，整个后背啊都笔直。所以呢，今天这个动作啊，我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藏下来。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啊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咱们站着、坐着都可以做。坐着做的时候呢，我们双腿要分开，把我们的小腹收紧，然后整个胸口挺起来，把我们的双手，你看这样啊，五指张开，仿佛就拖着2个大石头一样啊，往下去压，整个胸口挺起来，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我们开始把这2个大石头啊，想象一下往上去推举啊。推上去以后不要着急啊，推上去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呢？往上撑的动作，注意看我肩膀是有一个上耸的动作啊，你看把这个推上去
就仿佛用尽全身的力量把这个石头啊给推上去，拖着它不让它掉下来砸到咱们自己的头。好，就这样保持住啊，往上去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啊，就会发现有一点点累了啊。其实呢，这才是刚开始。然后我们在这个姿势之下转动我们的手，开始转动大拇指，你看朝向前侧，形成这样的一个转。好，转完以后，我们保持住这个转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后背啊，就像这个紧螺丝一样啊，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就是这种紧紧绷绷的感觉，把我们的整个后背啊全部练到。你看，这样转过来，转过来以后，依然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拖着这个大石头的感觉。同时呢，我们的肩部你看要往上去撑啊，尽量往上去撑，非常累的一个动作。好，来保持一个3秒钟，再转回来。慢慢的手放下来，好，我们整个过程啊就可以慢一点，然后再做一个，大家可以把手机放下来，然后跟着我一起去把这个动作做一下。来，双手放好，手往上推，像推2个大石头一样推到顶。到顶了以后，来把我们的肩往上再耸一点，争取把这个石头啊往上再推一点，推到极限以后保持3秒钟。来，3、2、1，转手腕，转的时候，你的后背要有一种什么感觉？要有一种绷紧的感觉，同时手要向上撑。哎，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累。很多朋友到这一步就感觉很酸了，没有关系，坚持住。来，手再转回来，手往上撑，慢慢的放下来。好，就这一下做完以后，来，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的背部的变化。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啊，这个背上面原来一些啊不怎么明显的地方，突然一下子变得酸酸溜溜的。而且很多朋友啊，原来僵僵硬硬的地方做完以后啊，都感觉又酸又舒服，就说不出来这种感觉。其实这就是把我们的整个后背啊给它拉直了。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大家每天你只要做上一个3次就可以了。你可以早上做上3次，然后晚上吃完饭以后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再练上3次，下午的时候你要有空再练1次。哎，做完以后，整个身体的状态就非常的棒。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记得其中的每一步细节，因为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的细节啊非常的重要。把细节掌握了以后，跟着大伟一起去练，就能把自己的身体啊练得棒棒的。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句老古话叫做养生先养背，背为阳气之海。但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后背都是不通的。这里的不通啊，表现为，比如说我们的肩颈啊，经常感觉到僵硬发凉；我们的整个后背啊，经常感觉沉重酸乏。而且很多人啊，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后背啊，经常处于这种弯着、驼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会感觉啊，相对而言比较舒服。你让他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把胸挺直了，他会感觉非常的累。这些都是提示着你啊，整个后背啊不通的。那么后背不通怎么办呢？道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绝活，叫做摇八字，也叫做八字功啊。这八字功啊，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后背上面的经络，让我们后背的筋变得更加有力、有弹性。那么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好了。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现在我们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讲第一个动作，叫做上八字啊，双手交扣在一起，举过头顶。好，这个时候呢，注意啊，我们的手臂啊，尽可能的贴近我们的耳朵啊，把手伸上去。伸上去以后呢，你会明显的发现，就手往上伸的一刹那，我们整个身体啊就被带动起来了啊，整个身体啊变直，额头微微啊向上抬啊，下巴向上抬。然后呢，我们开始做什么？你看，顺时针转一圈啊，注意看我侧面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顺啊，手往后，尽可能的往后画一个圈过来，然后呢再反过去画一个圈，这一正一反，就像一个八字啊。来，好，再来1、2，大家如果跟着我一起做的话，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每做一下就把你后背的筋啊狠狠的给它拉扯了一下啊。这个动作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动作，而且你在做的时候可以说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啊，
而且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做啊，慢慢的把后背的这个督脉给打通，那么这个时候额头上面、后背上面就会出汗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我们正常建议大家啊，正反算一次啊，就是一个八字算一次，我们做上一个20下为一组。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后背，你会明显的感觉后背啊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有的朋友会感觉后背啊就是开始发热，为什么呢？因为气血啊涌上来了。好，这是第一个啊，叫做上八字。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前八字啊，就是说我们手还一样对折放在胸前，然后你看一转过来，好回去。啊，注意，我们手在往前的时候，整个手臂啊，记住看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手臂要尽量的伸直，尽量伸直。有些朋友他伸不直没有关系，达到你自己身体的最大极限就可以了。然后你看，来好，画一个八字啊，这个八字正好是像一个无限的一个标志啊，看我手的这个方向，来，再来2、3、4。好，我们在这里啊，再讲一个啊，就是说做的时候啊，尽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做到一个最大的角度。什么叫最大角度？你看，往下，再往后，做不了了啊！我不能说身体旋转过来，不行，我身体啊始终保持正前方。你看到这儿做不了了，就是我的最大角度。再往上，哎，上不去了，最大的角度啊！再下来到这儿，哎，走不了了啊，最大的角度啊，在这儿，每一下都是你最大的角度。我们这样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那么这一套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肩颈，活动一下你的后背，你就会发现整个从头到我们的背部啊都会非常的轻松，甚至你的腰部啊都因为这个动作得到了一个放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学会以后啊，应该会感觉到身体上面就是有一种啊散发出来阵阵啊非常酸爽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后背啊额头有出汗的，评论区下方可以评价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的感受会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你真实的感受啊也会坚定别人锻炼的信心，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善事。好了，今天视频啊就到这里了。这个道家的绝活啊，摇八字，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学会，真正的掌握，受益的始终是自己。我是大为，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腰都不太好，最常见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以及这个腰背部啊坐久一会儿啊就会感觉特别的僵硬。很多腰不好的人啊，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每天把腰这样啊左右活动活动，或者呢去给腰背啊进行敲敲打打。但是这样啊，只是缓解了那么一小会儿，没过多久啊，他这个腰背啊，该疼的疼，该酸的酸，还是啊又恢复到一个原来的状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偷学过来的一个绝招，我自己去做了以后，感觉啊见效特别快。一般来说的话，来回做个几下，明显的腰部感觉就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从动作的原理上面来说的话，它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拉开我们腰部的一些经络和一些筋啊，把我们的经络给打开，让我们腰部的气血啊变得更加的顺畅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腰部啊就能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腿分开，分开以后啊，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啊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呢，我们把手啊，你看这样啊，做一个这样的姿势，向一边倾斜，比如我向我的右边倾斜。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会感觉我的整个侧面的这块的肌肉啊，我的筋啊会变得非常的紧，有很强烈的拉伸感啊。然后我们倾斜，倾斜完了以后没有完结，真正的精髓要来了，大家看，像这个乌贼游泳一样，看往上去撑，2，哎呀，3，哇！这个动作做了3个，我后面就开始有这种细汗往外冒了啊，非常的用劲。他就感觉是什么呢？你在努力的把你身上的这个筋啊，全部给牵扯开来。大家跟我做一下，你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你的腰啊或者你的肩颈部啊，你的这个肌肉比较紧张，你做这个动作感觉应该是更加的强烈啊。我们再来看，哎，往一边倒下了以后，到你的极限，开始把手看。往回1，2，哇，3，那真的是很紧啊！这感觉把我的筋啊全部都拉开了。我们继续啊，我都已经开始出汗了啊！来，1，哎，这一组做的就很轻松了，2、3啊，就是比第一组做的啊，就是要轻松很多了。我们再试一下这边的啊，来往下倾斜到极限啊。做的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旋转啊，不要这样旋转去做啊。我们一定要整个侧面侧下来，
好，来1，哇，还是很紧，2，啊，3，好，我们左右啊算1下，我们每天啊去做一个10到12下，做完以后啊真的是非常的累，而且呢你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这个筋啊给它撑开以后啊，你这个腰啊、背啊，甚至我们的肩颈处啊都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啊，感觉是非常的舒服，整个人很畅快，而且很多人啊很喜欢这种微微出汗的感觉，就比如我现在。额头上面就已经有微微的吸汗冒出来了，包括我的脖子、后背都有。这样的话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可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每天呢，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前段时间啊，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肩颈僵硬的一把抓啊，就是说我们去抓手肘，只要去抓上一个3到5下。你明显的就会感觉啊，我们的肩颈啊立马放松下来了。这个一把抓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我们传统当中的一个绝技，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有很多把锁，而每一个锁呢，它都控制一个区域。比方说我们肩颈上面的就在我们的手肘啊，只要去抓手肘以后啊，这个肩颈啊马上就会放松，而且明显的能感觉啊，这个肩颈上面气血啊活络起来了啊，涌上来了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视频播出去以后啊，从一开始啊，很多人质疑，再到后面啊，很多人都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今天我再来教大家一个绝活，也是一把抓系列。那么我们这次讲的是哪里呢？就是讲后背，同样的啊。如果你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如果评论的人多，点赞的人多，咱们再出其他的系列啊，也是一把抓。这个一把抓有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快啊，就来的特别的快。今天呢，我们就讲后背。后背如果说你出现的是僵硬、难受、疼痛啊，或者感觉啊总感觉背上面像背个书包一样沉重，那么今天这个动作你就一定要好好的跟着我去练了啊。这个后背的开关，这个锁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手肘，一样的是在我们的手肘下方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你看啊，像我一样，手这样捏上去，像这样钳上去啊，钳上去以后啊，你要感觉你这个手的指力能压着里面啊，到达这个骨头啊，这是最好的。如果你的手上没有指力怎么办呢？你捏进去以后啊，一定要出现呢，整个手上啊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啊。我们就这样看，把手啊，你看这样抬起来。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下面是最放松的啊，手就这个直接是潜入进去啊，抓紧抓实。你在抓紧的时候，你手上会触摸着我们里面的骨头，然后呢，你微微往下滑一些。我们主要是滑这个下半区啊，捏着这个手啊偏下面这个位置啊。捏下去，捏下去以后，你要感觉一下子非常的酸，那么这个点啊，你就找着了啊，找到以后啊，我们捏住，大概在2到3秒钟以后，快速的往下一拽啊，这第一下啊，再来捏住2到3秒钟，2啊，第3下捏住2到3秒钟，3啊，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你单边的后背。随便你的后背怎么扭啊，因为我们只做一边，你会发现明显的左边一下子就打开了啊，变得非常的轻，而右边呢，你去活动还会有一些很沉重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右边呢再做一下，同样的手掌朝上，你看就这样啊，然后一手啊，你看潜在我们手肘当中。我为什么要弯动我的关节呢？是为了很好的找这个点，这个点啊，你手掐进去以后啊，你会明显的先摸到我们里面的肱骨啊，然后呢手微微你看微微往下滑一丢丢啊，就沿着，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肱骨，就沿着这个肱骨的下面啊，你看就这样啊，潜进去以后，好，开始往下去压，找到这个酸胀感啊，1、2、2秒钟，用劲往下一拽啊，然后再来压进去，找到酸胀感，用劲往下一拽啊，最后压进去。找到这个酸胀感
好，保持2秒钟，用劲往下一转，就3下，再活动一下，整个后背啊完完全全就轻松了。我们这个动作啊，一般只建议做3到5下，而且呢不能天天做啊，你一般1周啊做上一个3次左右就差不多了。很多人会问啊，我自己手上没有力气啊，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啊，就60多岁了，怎么办呢？也非常好解决，对吧？你找你的老伴啊，找你的儿子啊，都可以帮忙，你只要把手抬起来，一样的让他去找到这个点。他抓到这个点以后呢，去往里面一捏，然后你自己要去感觉，哎，里面开始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的，你说找对了啊，你就数，你跟他讲，我数1、2，数到3的时候，你就往下拽啊，你看，你比如说啊，让你的老伴抓着啊，你说我数到3，你就往下拽啊，你找到这个点了，好，来1、2、3，他一拽，好，这是第1下，然后再如此反复做3遍，你去活动一下，你就会感觉明显的轻松啊。当然，我们如果自己能做的，我们就自己去做啊，因为这个还能锻炼到我们的指力。如果感觉自己手上没劲的这个动作做不了了，同时后背又很僵硬的，就喊别人来帮个忙，不用耽误他多少时间，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后背啊一整天啊都会非常轻松，而且坚持做上1周以后啊，这个后背上面的问题啊，仿佛啊就已经解决了。这个方法在以前老人那里啊是绝对不会轻易外传的，但是呢，在大伟这里啊，我可以毫无保留的都教给大家。所以呢，希望你学会以后啊，给视频啊点个赞，同时呢关注大伟，并且啊在你身边，如果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出手去帮助他人，让这个方法啊更多的人啊学会，更多的人啊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您能看到这里，也感谢你对大伟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